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汽油税减免可能帮不了司机的大忙。随着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加拿大一些省份已经削减了燃油税，以减轻驾驶者的负担。这种情况发生在安大略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然而，在哥伦比亚省，省级汽油税仍然存在，但驾驶者将获得个人110加元的一次性退税，商业司机可获得165加元的一次性退税，以减轻油价上涨的压力。虽然燃油税的减免将为在高油价下苦苦挣扎的司机们提供暂时的缓解，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解决方案不一定是最好的。汽油税在加拿大很重要，特别是在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地区的司机支付了该国最高的汽油税。根据省政府2022年4月开始提供的信息，温哥华地区和维多利亚地区以外的哥伦比亚省的汽油总税为每升 0.2555 加元。在维多利亚地区，省级汽油税为每升 0.3105 加元。在温哥华地区，省级汽油税为每升 0.3805 加元。温哥华的 TransLink 和维多利亚地区的 BC Transit 的燃油税是造成这些地区汽油价格最高的原因。根据联邦政府的说法，除了省级税收外，汽油还有每升 0.1 加元的联邦消费税，以及 5% 的商品和服务税。这些数字意义重大，但减税无助于解决原油价格上涨的问题。如果汽油税降低，但原油价格继续上涨，驾驶者将很快会支付比目前更高的价格。燃料价格受到世界各地形势的影响，目前紧张和不安的局势正在影响燃料价格。尽管加拿大是世界领先的石油生产国之一，在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方面排名全球第4，但全球局势仍然影响着我们在这里的原油价格。更重要的是，从燃油税中收取的资金用于许多项目，包括道路建设和许多社区服务。减税也意味着减少可用于这些举措的资金，或者为了保持总税收入，削减汽油税将需要在其他地方多增税。加油站的高价格是所有驾驶者都关心的问题，但减税也不见得是为司机提供救济的最明智的方式。加拿大执政自由党有多少人拥有投资性物业？根据他们向联邦利益冲突专员提交的文件，坐在自由党内阁桌旁的部长中，约有1/3拥有租赁或投资类房产。虽然完全合法，但房地产专家表示，这些地产的持有反映了加拿大人越来越多地将房地产视为金融资产，而不是满足居住的需要。与此同时，加拿大金融机构的最新数据表明，投资者在推动价格上涨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Chrystia Freeland 本周称，这一趋势是代际不公正的问题。根据向联邦利益冲突专员提交的文件披露，39名内阁部长中有12名，占 31%，持有用于租赁或投资目的的房地产资产。根据与多位政府官员的对话，那些宣布的租赁和投资资产包括出租的房屋以及空置土地、用于度假的房产以及为将来居住购置的房产。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所有部长都履行了加拿大利益冲突法所规定的职责，向联邦利益冲突专员报告了这些资产。住房部长 Ahmed Hassan 负责实施政府承诺的措施，以解决住房负担不起的问题。他也是拥有出租物业的人之一。他披露，他是渥太华出租物业的唯一所有者。Freeland 在加拿大国内没有租赁或投资物业，但与配偶在英国伦敦拥有2处出租物业。他还在乌克兰基辅也拥有1处住宅物业。创新部长 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 在英国也拥有2处出租物业，而其他9名内阁部长在国内拥有物业。他们在利益冲突披露中将其描述为用于租赁或投资目的。退伍军人部长 Lawrence Macaulay 共同拥有1处位于爱德华王子岛圣彼得农场出租物业。旅游部长 Randy Bisonnout 持有 Edmonton 投资物业的名义权益。
该物业是 Bissonnette 与朋友共同拥有的公寓，他持有大约1%的所有权，但还没有从该物业中获得收入。土著服务部长 Patty Hajdu 是安省 Thunder Bay 一处出租物业的唯一所有者。农村经济发展部长 Goody Hutchins 在 NFLD Little Rapids 共同拥有一家房地产控股公司，这与他成为国会议员之前从事旅游业的工作有关。老年部长 Kamal Kra 被列为安大略省卡利登投资物业的唯一所有者。司法部长 David Lametti 被列为 K 凡尔登3层公寓的唯一所有者。他的发言人说他住在其中一个单位，并出租了其他单位。国家税务部长 Diane LeBouc-Hillier 在他的表格中表示，他在魁北克的一家普通合伙企业中拥有重大利益，该合伙企业出租 Saint Therese de Gaspé 的小屋。国际发展部长 Harjit Sajjan 在 BC 的 Ozoos 拥有一处出租物业，直到去年，但最近刚出售。他现在在 BC 的 Whistler 共同拥有一处投资物业。一位官员说，这是一个商业而非住宅的旅游住宿。此外，渔业部长 Joyce Murray 披露了2处房产的所有权，一处位于 BC Kootenay 地区村庄的 Riandale 的出租物业，以及该地区一块空置土地，被描述为用于投资目的。拥有房产的议员并不是联邦内阁特有的标志，来自保守党、新民主党和魁北克集团的议员都披露拥有用于租赁或投资目的房地产资产。但作为内阁成员，部长们在推动和实施旨在降低价格的政策变革的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政府不想采取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很多人提供租赁服务。这些投资者通过出租他们的房产来增加住房存量。因此，推动加拿大房地产天价上涨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加拿大人对房地产作为投资工具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观点。为什么哈里和梅根在英国访问期间没有看到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在温莎城堡拜访了女王伊丽莎白2世，这是他们自2年多前放弃正式的王室角色并移居美国以来，首次联合访问英国。他们周4在荷兰参加 Invictus 运动会的途中拜访了95岁的女王哈里的祖母。哈里是受伤退伍军人国际体育比赛的创始人和赞助人。哈里和梅根辞去了高级王室成员的职务，并于2020年移居北美，理由是他们的角色和英国媒体的种族主义态度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这对夫妇也被称为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当他们移居北美时，失去了英国纳税人资助的护卫。哈里正在起诉英国政府拒绝让他在访问英国时为他支付护卫安全费用。他的律师说，哈里想带他的孩子，快3岁的阿奇和10个月大的莉莉贝特去他的祖国，但如果没有警察的保护，这太冒险了。在离开英国之前，他们还见到了父亲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公爵夫人。一位资深皇室记者说，哈里在闪电般的英国之旅中没有看到他的兄弟威廉王子。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2兄弟之间会否见面，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戴安娜王妃的雕像揭幕仪式上。英国媒体和皇室粉丝已经在猜测哈里和梅根的访问行程，以及为什么哈里没有见到他的哥哥威廉。哈里和梅根自2020年3月退出王室以来第一次返回英国。俄罗斯正式抗议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据2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消息人士称，俄罗斯本周正式抗议美国继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并向美国国务院发出外交照会，警告如果继续支持下去，将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份被称为意见书的照会是在本周发出的，当时美国正准备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了这份文件。美国首次同意向基辅提供几周前拜登政府官员认为会升级冲突风险的武器装备，包括11架MiG-17直升机、18门155毫米榴弹炮和300多架 Switchblade 无人机。
一位熟悉俄罗斯外交照会的消息人士表示，预计莫斯科将抗议这些军用物资的交付。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将会采取相应的后续行动。但随着战争的拖延，该抗议可能表明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将采取更积极的姿态。美国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所提高，他可能愿意对美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回应其对乌克兰的支持。据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称，美国对乌克兰的8亿美元新援助的首架飞机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抵达乌克兰边境。这位官员说，这些武器将在边境移交给乌克兰官员并输入乌克兰。详细武器清单未被披露。几个月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直在恳求西方提供更先进的装备，以有效打击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被击退，其部队暂时无法占领首都基辅。但乌克兰和西方官员此后一直预计俄罗斯将在乌克兰东部发动重大攻势，这是一种不同的地形，需要不同类型的武器。尽管俄罗斯提出抗议，但美国没有表现出放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迹象。五角大楼官员本周会见了国防承包商，讨论如何增加乌克兰继续战斗所需的各种系统和武器的产量。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全球华人及时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